你找他有事儿啊？没有，只是想看看。你想的事儿多了，别不拿自己当外人啊！真的，别不拿自己当外人。恨你想看看。天气变冷了，下班了吧？今天你回日本，所以呢？有些人很奇怪啊，就说的话就是跟我毫无关系啊！你回不回日本？什么看我对象怎么样？啥玩意儿？精神不好吧？觉得精神有点问题。哎呦，这眼镜我戴怎么正好？北方湿冷，南方干冷啊。这几天忙啥？这几天啥也没忙，这几天就是装修的尾声啊，就是装修进入到90%多，所以就也没播。现在就装修差不多了，然后就特无聊。本来说想去泰国溜达一圈，
结果又出什么那个演员叫什么星星，出了这档子事儿，家里人不放心我去，哎，剩下就，想年前出去溜达溜达。现在都没回来。谁没回来？回来了吗？我的新闻跟你们的新闻不太一样，我怎么记得回来了？不是回国了吗？头发怎么白这么多？我本身我就有白头发，我一直都有白头发啊，一直都有，就是可能拍戏会染一染，但是平时就不会染，白的太快了。开始戴眼镜了，这不是我的眼镜，这小大夫眼镜。这个眼镜度数也不高，所以我也能戴。我自己也有眼镜，但是我觉得我的度数应该比他这个还高。他这个镜片没有多。当当呼噜呼噜，头发怎么白这么多？就白了呀。这有什么因为原因呢？不知道该怎么说。想太多了。也是啦。也是。今天好多好多没见过的名字啊，好多好多没见过的名字。没见过，但是系统显示经常来看我。就是很多人是不说话的。你看我现在好多，就是你们一进来就系统显示说你们经常来看我，但我都没见过你们的名字。什么鸵鸟经常来看我，10亿经常来看我，这我都没。
你看什么小唐音乐馆经常来看我，荒野什么哎，这都经常来看我，我咋不知道呢？橙子皮经常来看我，啊，都经常来看我。阳光经常来看我。你是静静的看不说话，你说过话，我记得你，好像你有几天话比较多。主播怎么变化那么大？主播怎么变化那么多白发？这一看就不是经常来看我的，经常来看我的就知道我一直都有白头发。我说话声音小不小啊？上次被图图骂一个都不敢出声了，被骂一个。GYL，对，我记得你有一天就是跟精神病一样，我记得你有一天就是跟精神病犯了一样，我也不知道你那天是怎么了，就是你之前发言我觉得还挺正常的，突然有一天精神错乱，你那天是怎么了？你是想尝试一下是怎么了？或者说你不是你真的很抱歉，因为你说过好几次话，然后那天说的话就突然就很莫名其妙，是怎么了？就是采访一下，就是单纯的交流，能和你交流一下吗？烫烫呼噜呼噜，烫噜噜。怎么白头发这么多？我一直都有白头发，我一直都有白头发，我一直都有白头发。或者你们想听另外的答案，就是按照你们的心里想，就是我应该说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你们觉得就是稍微满足你们的就是想法。因为好多人经常来看我，都不知道，我都不认识，没见过。我有一点忘记上次的话题，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你像发了疯一样，就是不管是什么话题，我说你为他做零，对你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啊，说到一见钟情，上一次就是说那个我见了一个人，然后说什么一见钟情之类的啊，然后你突然就说什么啊我为他做了零之类的，然后我就骂你了。就你为什么会突然说什么我为别人做零这件事情呢？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回忆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形成的？这段时间估计累坏了，长白头发了，长白头发等于累坏，就是大家就是记住了，就长白头发就等于累坏了，就是你们的认知里边长白头发一定是累坏了啊，过得不好，是划等号的。就过得不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这个 ZYL，你怎么不说话了吗？ZYL，就你回忆一下，你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就我觉得你非常的意外，就说了这句话。哎，是我卡了吗？我卡了吗？Hello，1、2、3，我卡了，没卡，没有过得好不好？嗯，就也没有说过得好不好吧？那你就想一想，就是我，我，就是我其实这边过了1年了嘛，过了1年我就在总结自己啊、我其实应该算是34岁嘛，我91年的，我今年是多大呀？就是就是在你们的认知里边，我91年，我今年是多大？因为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91年我应该是多大？就是在你们的城市的算法。94年的31岁。哦，94年的31岁，那我应该算是35岁嘛？嗯，我想起来那天正好上班，没有跟很久，然后听到一些关键词才会打那样的话。所以你挨骂委不委屈？就是你挨骂冤不冤枉吧？你就说，就你们想想，我今年35岁，嗯、为什么头发会白？因为从30岁到，严格意义上是从30岁到今年，嗯、买了3套房，4辆车，嗯，大概3、4年的时间，买了3套房、4辆车，那头发怎么能不白呢？就是它是这些事情是很消耗精力的呀，对吧？嗯，但你要说什么都还清了吗？没还清啊，咱们咱对没还清，嗯，所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一直都是白头发，另外一方面其实自己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所以也会白，对。对，不光是3辆房子，不是3套房子、4辆车，还包括就是开了2个酒吧。你想想，我这4年的时间，因为我自己在总结嘛，4年的时间里边，我的人生是非常的充实的，就会就可能会在别人的常规的眼里可能会比较累一些。小大夫呢？小大夫，找小大夫干啥呀？我的直播间里你老找我对象干啥呀？就咱们就说有一些直播间里的小朋友就是精神不太好，你天天你找我对象干啥呀？嗯，你有一个有钱的爸妈，34岁，你做什么工作？这个应该不是我的粉丝，所以不了解我。酒吧在广东吗？就关掉了啊，之前是在广东，关掉了。嗯，
就在我的直播间里，别总聊我对象行吗？就是我对象是我对象啊，就是你别上来找我对象，嗯，这我也不会上你家去找你对象去，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常理性的一个东西。我现在是干哪样？我啥也不干。我现在就是把酒吧关了以后，就啥也没干了。现在就嗯，就属于等待时机，然后咱们看看哪一行啊有机会，或者说这2年没机会的话，就先消停2年，等过2年经济好一点，好一点，然后再重拳出击啊！酒吧为什么关？第一间酒吧是因为房租到期了啊。我第一间酒吧我是做了3年半的时间，我签合约就是签了3年半。后来因为我先跟大家说，就第二间酒吧怎么关的。第一间酒吧开到3年左右的时候，2年半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开第二家，开始想开一个分店。后来就是在深圳又开了一家分店，但是开了分店以后，相关部门不允许我们就是这个群体，对，说那个影响不好啊，相关部门就是不允许我们开，就把我们关掉了。就是就让我们整改啊。后来我也是整改了，但是我始终觉得说，他总盯着这个群体的话，那我又是开这个群体的酒吧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做不起来，所以我就就关掉了。这是第二间酒吧，就是刚开了1个月就关掉了。然后紧接着，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没1个月，哎，1个月，对，关掉了，紧接着1个月就关掉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没有立马就关，我是过完年以后才关的，然后中途也是就是想改成那种男生女生的那种酒吧啊，男生女生的那种酒吧，不想做这个群体的酒吧了。后来尝试了几个月还是不行，没声音。我现在没声音吗？啊，有声音啊。就反正就是也尝试过转正常的酒吧，太小了，太小了，你可以放大声音一点啊。后来也是觉得很吃力，酒吧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就把第二家酒吧就关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对自己的心情影响比较大，所以第二家酒吧我就到期了，我就直接就第一家酒吧到期了，我就也没做了。我解释的清楚吗？我好像就是被别人打乱了，我觉得思维就是有点乱了。哎，怎么有杂音呢？是不是有杂音？啊，你们听着没有？那就行。就这样，就是2家酒吧就陆续的都关掉了。我这边为什么有杂音？就是它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好像干扰的声音。这个杂音声音大吗？
能听见吗？能听见我说话吗？可以是吧？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哈。所以就这样，就是两家酒吧就不开了嘛。你的男神变成叔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变成爷爷了。然后嘞，什么然后啊？就刚才有人问我说，我为什么两家酒吧就是为什么酒吧关了？对的，就是有没有深圳的朋友？有没有深圳的朋友？就是直播间里有没有深圳的朋友？有没有深圳的朋友？深圳的朋友请扣一。深圳的朋友，直播间里深圳的朋友请扣一，我看看有多少。啊，深圳的朋友，你们知道猫员外吗？啊，不是猫员外，是海伦斯。你们知道海伦斯吗？你们知道海伦斯吗？海伦斯酒吧。深圳的朋友，你们知道海伦斯酒吧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哦，深圳的朋友都不混酒吧的，好吧？就是深圳有一个酒吧品牌叫海伦斯，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那种，就是很多的朋友在那里边，就是可以就是自助也好，包括就是适合学生党消费嘛。那个海伦斯酒吧后来就被深圳的圈子里的人就就就就包围了就包围了，然后后来就是突然就是海伦斯呃酒吧就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因为相关部门说你们那边就是这个群体的人太多了，然后要求整改。包括之前有一个叫革命酒吧的有一个叫革命酒吧的也是就突然革命酒吧就发了一个通告，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一男一女进这个酒吧，一男一女进这个酒吧，大概就是可能收一个人的费用，然后要是俩女的进不收费用，俩男的，我忘了是增加费用还是不允许，反正就是就是突然一家酒吧就发了这样的海报出来，就是然后这家酒吧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嗯，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是相关部门要求他们这样整改的，所以我我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相关部门让我们去整改的话，我们最终也会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也不开了。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希望，因为我的主要的客户还是这个群体。那他这样搞的话，我觉得我开不起来，所以我就索性我就尝试了改成 live house。嗯，后来我就觉得不行，live house 你得请歌手、请乐队，费用太高了，所以就不开了。嗯，开静吧，我们其实也算是个静吧。
但是只要你是圈子里的人，会有一些影响，他们都不允许的。就是他们强制要求我们店里必须得有女的，然后我就没办法呀，我就找了一个女员工，每个月给她4、5千块钱，就为了躲这个事儿，就故意雇了一个女的，一个算是一个啊引导的一个迎宾。哎，我就想，真的是就觉得挺累的，我就没再开。这不简单，加上一单不好笑，这个是我的痛。然后你居然拿这个开玩笑，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嗯，一点不好笑。所以你们，我觉得有的时候开玩笑，你情商要高啊。有一些你们开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啊。我说你们身边的人不是说你们不好笑啊？你要是 TS 的话，什么男扮女装的话，更恶劣啊，更恶劣。讲的啥呀？讲的就是我为什么不开酒吧了啊？因为相关部门要求我们店里必须得有女顾客啊。所以我觉得情商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有的。直播经常的就是会遇到一些情商比较低的一些玩笑。新剧筹备中吗？我在写剧本。不可以找类似吗？类似他不是同性恋吗？类似不是同性恋吗？那个青川多大年纪啊？就是你别再挑战我的忍耐度啊！你别再挑战我的忍耐度。就你把嘴闭上，就我就觉得你此刻应该把嘴闭上。你这就属于就是没屁搁了嗓子，没话找话，硬在这块尬聊，那你啥都没了，啥都没了也不算。就是我也没有啥呀。就是从我做生意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说，我就是来尝试的，因为我是疫情期间。嗯，现在是不是没有彩虹吧了？有彩虹吧，还是有的。罗湖区管的不是特别严，但是我们每次去相关部门开会的时候，也是会说这个事儿，就是也会说，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么说的，就是相关部门是这么说的，有一些酒吧，你们俩男的抱在一起，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对，我们开会的时候，相关部门说的，但是没怎么硬管。但是其他的，比如说福田呢，包括龙华呀，就会比较管控的比较严。嗯，像罗湖就还好，罗湖只是象征意义告诉你们，就是说，哎，不要搞。对。深圳，深圳有很多的那种老头吧，就老头吧，就是也不是老头吧，就中年的熊吧，中老年的熊吧。看过唯一也是第一部的电影就是《芝麻》，我们不是电影，我们是微剧。嗯，我们不是电影。电影我出了一个叫那个
你答应过我的。吃过晚饭了吗？吃过了，吃过了。吃的饺子，小大夫跟着一起包的。小大夫在里边躺着呢，小大夫。所以刚才有人说什么啊？你就是什么？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看一下。那你啥都没了？什么？你啥都没了？这句话就是本来也没有啥。你觉得我丢失了什么呢？其实就30岁到35岁，人生一个体验嘛。对，其实我25岁到30岁也是体验。戴的什么功效的眼镜？这个是近视加散光，小大夫的眼镜。米呀，米这个事儿，就是就是我觉得我做生意啊，我做生意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不可描述的，就是这个钱的事儿。因为我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做生意其实是更多的是尝试，然后也是有合伙人，然后我说的有点不道德的话，就是用了别人就是跟我合伙的钱去尝试，然后但是赔光了，所以我现在也不太好意思再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那个合伙人其实我是很愧疚的，我每次就是见他，我都会，他说，哎，要不要干点别的？我说我不敢了。我说，其实自己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人生该走的路我一直都在走，该经历的结果也一直在经历这个结果，所以就是我不可能第一个生意就赚钱，所以很不巧的是我第一个生意是跟他一起做的，所以会愧疚。嗯但是合伙人说的也非常明白，他说他也是就是也不觉得有什么，在一个现阶段所有的实体行业越大的企业亏的越多，我们其实亏的也还好。然后他每次都宽慰我，他说你要不要做点其他的？我说不做了。我说我想这2年是消停消停，这是这2年确实做什么都不行嘛。对，我说这种话其实很多人就是不太懂，因为你们也没做过生意。但凡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就是说这2年什么都不好做。对，所以那我也不着急再去经历了，因为我觉得这3、4年已经经历了比别人就把我没经历的东西都补回来了，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人生该经历的东西，嗯，
你一定会去经历，对，你一定会去经历。好像以前的校长，你们校长这么年轻，这几年的行，这几年的行情，就是3、4年都白发了，就是3、4年是在经历，但是白发不是这3、4年啊，白发是我一直都有，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有，20多岁的时候可能多了一些，30多岁的时候可能又多了，但不可能说，就是3年的时间我长了白发啊，没有这么夸张。为什么我很喜欢听你说话？那你可以录下来啊，就是你可以录下来，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我太乖了，你不了解我，这还是很多人可能，嗯，那家孩子那么吵，我家的，这是我哥哥家，我亲哥哥家的，对，这很吵。我我本来其实我还挺想要孩子的，但是就是这个侄女真的是就是我就发现我其实不喜欢孩子，对，对我本来我挺想要孩子，我觉得我35岁的时候我应该会要一个孩子之类的，就是我不想，就不喜欢。可能乖的孩子我也会喜欢嘛，但是我觉得这孩子太难有一个尺度去管他。反正我没有这个信心。我几几年？我91年。想要的话，现在，你们没有感觉到这几年，就是 DY 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抵触了。你们没感觉吗？就是咱们这边对 DY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抵触了。所以说这个 DY 这件事情，呃，可能会比较宽容，嗯，所以本来打算是 DY 的，但是就想很多呀，就觉得我其实我没有，就是会觉得经济方面啊怎么样，我其实没有考虑这么多，我主要是就会觉得麻烦啊，因为它不像养个猫养个狗，它可能是它是有思想的，它是有思考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有些事情，他年纪小的时候还可以，年纪大了以后你要撒谎吗？你要去隐瞒吗？你要靠50个谎言去跟他交流吗？我不想这样，我觉得太麻烦。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哎，他问妈妈呢，嗯、他问那个叔叔呢，他问说那天在咱家留宿那个哥哥呢，那我就没办法说，对吧？我就不能撒谎，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要麻烦，对，很麻烦。
年纪越大越会想要的，可能吧，可能吧，这个我觉得每个阶段，想法不一样，我很喜欢看你直播，你确实好看，但我从没对你有过 YY 啊，对我有 YY，这对我有 YY，这我没聊过这个话题啊，你怎么会扯到这个话题？老范的鬓角好有魅力，以后事情以后再说，对，以后事情以后再说，就是 YY 就是意淫 YY，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我直播挺好看的，但是他从来没意淫我，我没问过，我也没这么想过，就是，这直播跟大家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存在太多的融入方面的几率，嗯，有的时候就是我来直播更多的是，更多的是就是闲着无聊。我现在主业是什么？我没有主业，我现在没有职业，我是待业啊。卡爷嘞，最近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你在我直播间说你想看卡爷，我不理解你的行为，也不理解你的动机，也不理解你的情商。一般到了38岁以后，会想要孩子，呃，就看情况。对我，我真的会觉得每个阶段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是什么阶段，嗯，会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确定。当时拍短剧真的不喜欢吗？当时拍的时候没有，就是我们在，嗯，就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是完全我是在工作状态里边，所以就是没有那个思考的那个过程，因为我们都是我们拍戏非常赶的，就是我们拍的戏只有20天，20天的时间，然后大家都是挤出时间来拍，然后我每次拍戏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所以每天都非常忙碌，分不出那个状态去，其实很理解，很好理解嘛。就比如说，如果我是个演员的话，对，如果我是个演员的话，我只负责演戏的话，我每天我就把戏演好，可能我会有很多精力，我去可能对一个演员产生兴趣爱好，不是兴趣爱好，产生兴趣和好感。但是因为我是整个的剧组的，就是所有事都是我在做，就属于呃，就心底都在工作，就是我是分身乏术的感觉，就是我没有任何一点的精力去考虑，就是说，哎，这个演员好不好看？没有那个阶段，就是没有那个空闲，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好感之类的。对，嗯，就对，所以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很好，你为什么就是就不喜欢？就是就好比就是你在中考的时候，你不会喜欢那个考官。我这个举例你们能听明白吗？就是如果你中考的时候，你是一个中考的学生，你不会喜欢当时的考官或者保安，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答题上，或者说都在完成这个考试上。
你就没有闲出的精力，因为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更重